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投诉会是娱乐圈的独角戏。王一博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所学校，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不受其他人的意见、偏好和批评的影响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单一、直接的动机：避开主流。没错，王一博在成功正统上连苗红都比不上，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，因为他这么小就出道的成长轨迹，本来就与这个地区的繁荣、对学历的重视背道而驰。一个人就像一匹马，千里马难得，伯乐难得，马的一生因此而悲剧，人和他们的能力也是如此。爱默生曾说过，一个人认为美丽的，另一个人认为是丑陋的；一个人认为明智的，另一个人认为是愚蠢的。有多少人，尤其是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，会辩证地评价这个身处规则和纪律之外的王一博？孤独的存在，显然练马只是一小段时间，而赛马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谈话过于肤浅的人往往会有更无趣的想法，尽管他们包装好的角色可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表面上有很多深度。王一博25岁还年轻，但在这个喜新厌旧的环境下，他已经是真正的一流人物。曾几何时，艺术圈变身娱乐圈，成为艺术家的抱负被成为名人的梦想所取代。欣赏的节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明星的艺术本质被浅读破坏了，观众对娱乐的容忍度提高了，他们比预期更快地开始表现出审美厌倦的迹象。勇敢的，他们开始表达他们的抱怨。可用插槽的数量与点击率之间存在相关性，恶性循环导致观众规模和作品整体质量双双下降。这就是号称吐槽大会的娱乐圈奇葩存在的原因。他在公共场合为娱乐而哀悼处决，揭露伤疤或自曝伤疤，并通过消除与经历相关的紧张和焦虑，让观察者轻松和尴尬地看到名人的死亡。这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。吐槽大会一词的辩证变形，吐槽在满足受众情感价值的同时，转化为危机公关的技艺。无论是王一博在《天天向上》中的原汁原味，还是他在内娱中的当代意义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对于一个草率的娱乐圈来说，他就像是帅气版的李诞，有着本真、化腐朽为神奇的精神。魔法、脱口秀和王一博的相似之处在于，他们都另类又认真，都非常善于坦诚相待。万物皆生，每条路都不同，名利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。正因如此，在歌曲《我的世界密码》中可以找到我想做一只盘旋的龙，但我也想做一只懒虫的歌词。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，所以他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对自己感到满意。因为他内心有一个老灵魂，他不愿意盲目跟随别人，他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妥协，因为他身上有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通透和豁达。真正的成熟不是让自己被世故所束缚，而是需要通过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培养善良的原则。王一博不受情绪限制的不敏感，极大地增强了他如实说的能力，尽管他似乎不太擅长与人交往。网络可以记住东西，但王一博不会。他不记得自己生过什么病，立过什么样的旗帜，对某些事情似乎很冷漠，但是他总能做他真正关心的事情。他从不自觉地维护、提倡或标榜他所关心的事物，但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。你可以放眼大局，放眼山海，寻找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。深知即使是最高的山峰和最深的海也会发生变化，这就是天堂如何变化的例证。与地球共同作用，表明物无其意，万物难测。谁能真正争辩说这种崇拜不是深刻的、空灵的或传统的？只是每个人都很可爱，美丽四处传播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全球社区走到一起。早前我们把王一博比作一只股票，11月16日，号称王一博点子股的乐华娱乐再次递交招股书，拟赴港上市。我们知道，进入股市，赌这个词是绕不开的，但是气势由心生的，怀着赌心交易才算赌博，
怀着投资新交易才算是投资。由于证券市场存在复合博弈的内在需要，投资对象的价值难以估量，从整体和长远角度看，成功的可能性较低。在对收入至关重要的价值判断上，我们需要树立和强化科学发展观。我们必须这样做，以便在投资领域取得进展。从长远来看，股票市场投资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获得上市公司自身的成长性收益。预测市场或进行波段交易并不是产生超额回报的可行策略，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对基本资产的所有权。想要掌握市场的每一个要害部位和热点区域，当然是拔地而起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我们对股市没有完全了解，但至少我们对王一博有所了解。即便上市，也不用背负王一博创意股的重任。想办法消除对乐华成绩这么高的依赖，是杜华的功课，不是杜华的功课。我们只有相信努力工作的价值和同理心的变革潜力。市场上没有什么比让表演者用他们制作的东西说话更有说服力的了。有网友说王一博的喉结和他戴的胸针一样性感，你同意吗？看到王一博参加 GQ 盛典，精神来了。笑，请赐教，这是某种补救措施吗？事实上，保持积极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。在此希望经常参加活动的一博注意休息，增强抵抗力，希望大家能够战胜阳气。晴空万里，阳光明媚，并不可怕，可以推过去。GQ 大奖是1年1度的时尚盛典，该活动最受欢迎的方面之一是 GQ 明星穿着的各种服装和配饰。王一博为这次红毯活动准备了2套不同的穿搭。首先是修身黑色西装搭配黑色领结装饰，白色衬衫上有亮片刺绣设计，下身是修身黑色西装裤。收入让人眼前一亮的身材，给人的印象是很有能力，很高级。与顶级珠宝胸针一起佩戴是皇室贵族的标志，这枚胸针的价格高达77万美元。有网友评价，王一博的喉结和这枚胸针一样诱人，这枚胸针和王一博的喉结一样诱人。你同意？王一博穿的第2套比较沉稳，一身深色设计的黑色西装。与电影《无名》的导演程二走红毯，身着黑金丝绒质感的硕大西装，整个人显得偏娇小，小脑袋，脸蛋，身材比例都相当优越。现在佩戴的这条项链价值约230万美元。的确，他是整个星球的贤良后代。在走红毯的这段时间里，摄影师要求他自己摆姿势拍照。他站在那里看着摄影师离开站台，但有人指责他不礼貌，说很明显他听到了，但他没有合作，也没有注意所讲的内容。我只是想指出，如果没有为活动安排这个链接，他们将不会在通常的活动过程中与我们合作，除非他们特别希望强调某些人。大家都很清楚，王一博不想过分的自我标榜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未知的品牌是在他们每个人身上。他是那种熟悉大局的人，他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。只有一人王一博在众星中被选中坐在主持人桌前。王一博从来都不是一个热情友好的人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内敛的气质。虽然摄影师是善意的，但一博却因此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王一博一回到北京，就疑惑地看了詹姐一眼。这种意识的提高，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。它并不是真正免费使用。我想一个人待着，所以我去了一个公园，坐在那里。有人指责我不礼貌，我实质没有意识到导致一个动作的一系列事件。当我被禁止到半夜看戏不能出门时，我问自己，我们能不能更理性一点？资助艺术活动是错误的吗？王一博可圈可点，不仅受到粉丝的喜爱，很多新星也对王一博刮目相看，希望挑战他的人气。粉丝崇拜王一博，很多新星仰望王一博。然而，王一博继续获得最多的关注和最多的点赞。最后，让我们期待彼此忘记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。